少帅，是。你这边也太不讲究了吧？这龙井怎么能用沸水泡？茶味都是苦的。不过饭菜还可以，就是油了点儿，下次送清淡点儿。你当人质当的还挺享受的是吗？既来之则安之，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不敢把你怎么样。你干嘛？你把我妈妈的骨灰还给我。那就要看看你的准公爹徐伯君什么时候下通电了。你说话别离我这么近，我听得见。好，那你说说，你真的要嫁给徐光耀吗？假的。哼，倒是坦诚。说说吧，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替徐光耀做人质？徐少帅之前救过我，我替他算是报恩。仅此而已。仅此而已。那么该你回答我的问题了，你为什么同意我替徐少帅？我之前说过了，这么漂亮的女人要跟着我走，我为什么要拒绝？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？那你说的我就会信吗？你来上海，不仅仅是安葬你的母亲，对吧？我抽空拜读了一下，其实你才是穆家真正的大小姐。现在穆公馆的崔夫人，其实是你母亲的陪嫁丫鬟，你的妹妹是你父亲和陪嫁丫鬟的私生女，对吧？只可惜10年前你哥哥惨死，你母亲伤心之下带你远走日本，才让那个陪嫁丫鬟和私生女上位。这事搁谁身上，都会咽不下这口气吧？你少用激将法对我，我回上海就是为了安葬我母亲的。人家那是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可你呢？是落草的凤凰不如鸡。你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该怎么过，我都替你发愁啊。我劝你还是好好担心你自己吧。如果徐督军不发通电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夫妻一场，你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担心我？姓谭的，若是真有鱼死网破之心，自己通电全国，宣布占领上海便是。他既想得到父亲您的承认，就说明他并不想公然与督军府为敌，往左晚清，不过是想要个台阶下。少帅，徐光耀到了。我今天运气真好，把他带上来。是。徐少帅，请。晚清，
没事。徐少帅，不知道你这次带来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，就看谭少帅怎么选了。哦，听你这话的意思是要跟我谈判了？我要和你单独谈谈。谈拢了，自然是好；谈不拢，你大可绑了我，去要挟我父帅。光耀哥，怎么，我敢来，谭少帅竟不敢谈吗？徐少帅，想谈什么，我洗耳恭听。谈你的前途。有点意思，说来听听。裴督军，来喝茶。哎呀，徐督军，光耀这孩子啊，如果不是为了救幕府的姑娘，也不必降低身份，亲自登门去和一个马匪的儿子说事儿。这话就不用说了。光耀是一个有良心的孩子，他没有忘记，是我们家晚清替他受的过。原来这就是徐少帅说的帮我找的前途，听起来有几分道理。你若同意约法3章，交出兵权财权，并解散谭家军，这样，我父帅不仅发通电承认你，而且会以徐家门生的名义向陆军总部举荐你。等委任状一到，你就是名正言顺的上海司令。良禽择木而栖，此时入我督军府门下，不正是一个好机会吗？良禽择木而栖这句话说的特别好，我很认同。那我怎么才能确定，在你父亲眼里，我是那只良禽呢，还是肥鹅呀？